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富豪才具备的6种好手相特征。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，2种是小富，3种是大富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尽可能拥有更多的财富，但总是那么一些人，无论怎样努力，都摆脱不了贫穷的困境，终其一生都碌碌无为，事业没有起色，财运平平。有的人会让大师帮自己看相，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发财。那么今天来看看富豪才具备的6种好手相特征。1.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，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，表示这类人非常有商业头脑，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，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，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，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。加上这类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的节省，因此中年后可以存有一笔财富。2. 男人手中钱财文多，财库多。什么是钱财文？什么是财库？钱财文也称为理财文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财旺钱多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钱。财库则是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，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些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所谓的钱财文也是理财文，是小拇指与无名指中间的斜线，这些线越深越多，就代表男人的财气比较旺盛，一生能够赚很多财富。而财库就是手中相互交错的线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，拥有的越多，说明财库越多，这代表着财富。有这种手相的男人，金钱方面很充足，也能够遇到很多好运气，自然而然成为有钱人。3. 手掌厚实且有弹性，手掌厚实且有弹性的男人财运较好，他们的财运事业基础好，爱动脑，肯努力上进，做任何事情都有坚持不懈的精神，因此无论成就大与小，他们都是有成就的。他们也是大富大贵型，自己有赚钱的本能，同时在求财方面比较容易，因此这辈子都不会缺钱花。有这种手相的男人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，容易成为有钱人。这种手相的男人一生的财运都不错，事业上会做好铺垫，平时很勤奋，也知道努力拼搏，遇到了任何事情都坚持不懈，因此不管他们将来会有大成就还是小成就，总归都是有成就的。他们属于大富大贵的类型，有很强的赚钱能力，赚钱特别简单，不会为了金钱而烦恼。4. 男人财运前伸直，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。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，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代表着钱财运好。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会成为有钱人。从手相上面来看，在小拇指的根部有水星丘，这里有一条竖线是财运线，它代表了一个人财运是好还是坏。如果男人的财运线很深很直，或者拥有很多条财运线，说明财运会越来越好，成为富甲一方的人。5. 男人穿字形手相，穿字形的手相，这种手相意指手掌中的3条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。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事业心比较重，悟性高，直觉好，因此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。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，事业平步青云，财运才会越来越好。因此这类男人不缺钱花，在外人看来也是最有钱的。当手掌中的3条主线相互交错形成了川字，说明这种男人有着很强的事业线，同时也有很高的悟性，在事业上面取得成就，能够平步青云，成为上层社会人士。当事业运势越来越好，财富也会越积累越多，极有可能成为顶层贵族。6. 手掌掌纹呈 M 形，
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，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，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。由此手相的人有着很强的事业心，拥有远大的目标，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，因此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，名利双收。假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，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，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，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是事业的方向，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。7.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，水星丘位于小指的根部，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点、社交与商业头脑。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，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，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，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，只要努力肯付出，便能赚得大笔财富。此外，这类人的交际手腕也很棒，应变能力很强，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，更容易成功，从而获得丰厚利润。那么什么样的手相注定贫穷呢？天生长有6个指头。手相学认为，手掌的形态代表弱人的先天运势，手掌天生破相是很不吉祥的预兆。所以天生6指的人通常会被相师断定命运中充满坎坷，但从一些数据看，出现6指的情况多是由遗传性的基因突变引起。在手相学中，天生6指的男性通常在少年时期的运势较不好，不过只要通过积极努力，中年之后的运程就会有大的改观。2. 5指粗涩坚硬，疏漏见光。5个手指粗涩坚硬，干瘦犹如枯枝，这样的人做事憨厚，生活上常常很艰苦，理想不务实，常常想着不努力就能获取财富，或想着一下子中个大奖，心比较高，结局往往是大的理想没有实现，小的事情又不愿意去做，导致自己两手空空，生活上变得贫贱。另外，如果5指并齐，处处疏漏见光，则代表着收入没有开支多，入不敷出，属于月光族，工资月花光，所以他们容易贫贱。3. 手掌平薄，中心凹陷，掌丘是在手掌上突出或隆起的肉垫，称为丘或陵，其形状有点像小山，故命名为丘。掌丘分为木星丘、土星丘、太阳丘、水星丘、金星丘、第1火星丘、第2火星丘等等，各代表着不同的含义。如果这些掌丘平整低陷，分不出来个高低，整个手掌平平，该高的部位却低陷，这样的人容易贫贱，一生容易从事基层辛苦类的工作，人生较默默无闻。简单的看法就是，将双手摊开之后，周围有肉，中部向下凹陷，有这样的手相的人还能够获得一些财富。但如果伸开双手，手掌没有一点肉色，中间也是平的，这就是手相学中所说的掌平薄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财运，整日也是辛苦劳作，到头来还是无法实现财富梦想。手掌瘦削硬薄，平伸出去，掌心平满无凹陷，这样的人先天体质较弱，不能胜任太重的工作，再加上财运较差，生活过得很辛苦，赚到的钱能维持温饱就已不错。4. 手相中的线浅且乱，如果手中的主线乱且浅，手中有很多粗粗细细、短短长长杂线，形成很多不规则的形状，这样的人内心善良，一生操心较多，生活上容易贫贱，即便有财富，也会优先让亲微成员用，自己在生活上则比较节省。5. 掌色不佳，手指柔弱，手掌上长有青筋，看上去十分明显，气色、血色也不是很好，这种人在生活中极易破财，需要特别提防。金星丘暗黄的人，近期可能会有财产流失，痛注意。拇指柔软的人，易因轻信而遭人利用，导致钱财损失。生命线末端呈现流苏形的人，
年轻时还有些钱财，但晚年又会散财，事业线呈现出暗灰色的人，性格上有很强的自我意识，待人处事比较自私，很难保住到手的财物。6.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。食指较短的人一般都没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责任感，个性也较为消极，平时也是得过且过，对待金钱态度淡漠。食指较长的人生性顽强，有强烈的好胜心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非常长，在人群中会显出高傲的姿态，经常喜欢出风头，对于他人也常摆出一副颐指气使、财大气粗的样子。这种性格往往使他们留不住金钱。7. 手露青筋，倒纹凸显。个人的手掌中长有多条明显的青筋，而且连续持续3个月以上，就要小心自身的债务问题了。这种情况可能是会使自己的金剑遭受损失。由下往上向中指方向延伸的事业线上有倒纹出现的人，往往会因为工作或事业的失败而欠下累累债务。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末尾向后延伸到了指缝，则表明他无论怎么努力奋斗，积攒一生的财物，到最后都会尽付东流。8. 手掌中有烦恼线。所谓烦恼线，是指在金星丘拇指根部生命线内侧的部位上出现的横向的细纹，呈放射状伸向手掌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，生活过得较为辛苦，经常要为生计操劳，因此心境烦恼。如果烦恼线不超过生命线，表示在烦恼在内心，家庭生活很劳累；如果烦恼线越过了生命线，则表示烦恼由外界而生，在社会上做事很辛苦，生活境况不佳。正所谓富有富的道理，穷有穷的原因。人之所以贫穷，刨去命运与社会因素以外，大都与自身性格有关，要么贪图享受，好逸恶劳，要么恃才傲物，眼高手低。在遇到较大的挫折与考验时，必是难以应对，陷入困境后无力自拔。因此，想要过上好的生活，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，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，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这一生啊，就一堆堆坎坷，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着不容易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人的兴衰福报在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。从一个人的面相中，往往可以看出他的性格、情绪和运势。而没有福气的人，他的面相会出现以下变化：一、鼻子变塌。按照面相中的说法，鼻子太太他的女人确实没有福气，他们一生中想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比较难，而且婚姻也是充满了坎坷，一辈子都会在庸庸碌碌中度过。如果没有贵人的帮助，可能还会生活得很辛苦。在面相当中，鼻子又代表着财库，如果鼻子太塌，几乎没有山根，那么被认为财运不好，就算有积累一定的财富，最后也会泄财，有被骗或者投资失败的可能。鼻子如果太塌，则会影响到颜值，尤其是女人。在如今这个看外貌的社会，人们的颜值如果不是很出挑，在各个方面的竞争力都会缺失，比如面试、升学、择偶的时候，都会失去优先选择的权利。鼻子塌的女人婚姻往往是比较坎坷的，在婚姻关系中是地位比较低的一方，容易被伴侣牵着鼻子走，在受到委屈的时候，也不擅长表达情绪，更不会反抗。长时间如此，在婚姻中的他们逆来顺受，地位越来越低，婚姻自然容易出问题。塌鼻子的人之所以命运不好，很多时候是源自对自己外貌的不自信。如果想要改变自己，可以尝试的就是从外貌上来调整，可以适当用技术手段增高鼻子，或者是通过精油按摩、化妆等方式来改善鼻子形状，从外貌焦虑中彻底解脱出来，人也会变得更加自信，就连性格也会得到改变。2、破相。
所谓的破相，指的是人的容貌被损坏，出现皮肤的损伤，在视觉效果上给人感觉很突兀，特别是在人的面部五官位置，如果出现了上横，对运势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。如果一个人的破相位置在眉毛，比如因为外伤导致眉毛形状改变、中断，这样的情况会改变人们的个性。比如原本性格温和的人将会变得比较激进，做事较为偏激，人际关系较差，时间一长，不仅影响到工作运势，对于感情和婚姻也有重大的打击。破相在鼻子，在面部五官当中，鼻子是相当重要的，代表着财库。如果鼻子上有伤疤，代表着此人花钱大手大脚，或者钱财容易丢失。若是鼻子因外伤破损，那么好运和福气都将减半，也存不住钱财。如果是女子鼻子有伤痕，则影响丈夫的运气；而男子如果鼻头上有破损，说明了身体健康运势不佳，自身状态受到严重影响。如果破相的位置在下巴，将会引发社会和职场地位不稳固，容易招惹小人和是非，运势起伏比较大，可能会遭遇大起大落。不管是普通的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，都经常遭到小人的算计和陷害，是非狠毒，还可能会引发官司缠身。如果一个人的脸颊被破坏，对于自身的脾气影响也很大，可能会使人心性大变，容易发火，久而久之人际关系很差，不仅影响工作发展，还会导致钱财收入锐减，甚至还有破财的危机出现。一个人的眼睛很重要，如果破相位置在眼尾夫妻宫，则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，二者之间容易引发争吵，其中一位甚至还有出轨风险。如果是在眼下破损，则代表着后代子孙运势不好，或是健康和学业，总之事事不顺，将会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和未来。一个人的额头很重要，破相如果在这个位置，主要影响到人们的事业运势，对于孩子来说将会影响到学业。另外，若是破相的位置在额角，则对父母运势有所影响。左边额头代表父亲，右边额头代表着母亲，如果情况严重或者疤痕明显，将影响到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缘分。由此可见，破相影响的不仅仅是外观而已，对于自身的性格以及对自己和家人的运势都有很大的威胁。如果大家的脸上有疤，建议大家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掩盖，在视觉上减轻突兀感，或者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修复，也是可以提升个人运势的。3. 眼窝变深，有些人的眼窝特别深，而且黑眼圈很重，这样的人看起来毫不状态，而且做事方面很容易感到疲惫，即使是年轻的时候，看起来也像是很累一样，永远都无法给人活力满满的感觉。甚至不少人都认为这类人的身体状态很差，这些人从小身体状态就不太好，花费大量钱财治病，但身体都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。长大之后会因为金钱而奔波劳累，处于压力很大的状态中，导致疾病越来越严重。也可能因为婚姻生活不理想，总是处于压抑的状态，身体免疫力越来越差，被更多疾病侵袭。年老的时候身体会更虚弱，就像是会被大风吹倒一样，所以平时要注重身体保养，否则很难长寿。4. 门牙缺失，但门牙因为意料之外的事故出现缺失的情况，那么就说明这类人会遇到钱财破损事件。当然情况是多种多样的，可能是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，也有可能是因为遇到了小偷，还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上出现了问题，需要耗费巨额钱财治病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一旦门牙缺失，一定要妥善保管和打理好个人的钱财。平时千万不要高调张扬炫富，也不要购买很多高风险的股票或者是基金等理财产品，家里要做好安保措施。不管是防盗门窗，
还是监控器，全部都要妥善安排好。出门在外，不要浑身上下穿金戴银，也不要购买大量奢侈品，否则都会引起窃贼的注意，还有可能引发可怕的死亡事件。一旦门牙出现缺失，那么就意味着在感情方面将遭受重大的挫折和打击。对于有对象的朋友来说，彼此之间的感情会变得很差，还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吵架。这段感情没有办法长久维系下去，俩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小矛盾而分手。至于已婚的朋友，家庭婚姻之中将会有第三者介入，婚姻关系岌岌可危，孩子还特别叛逆不听话，可能会在外面惹是生非。作为父母，需要跟在背后收拾烂摊子，最终夫妻俩可能会考虑离婚的事情。另外，一旦门牙出现缺失的话，说明自己的人缘关系也会出现问题，身边会充斥着很多小人，没有办法拥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状态。职场中会遭遇各类坏人的打击，还会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莫名其妙掉入陷阱之中，甚至有可能会被开除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一旦门牙出现缺失，一定要用心维系感情以及人缘关系。5. 嘴唇无血色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唇无血色，说明这个人天生血供应不足，造血能力相当差，血液循环并不理想，所以生活中常常出现头晕恶心的情况，看起来就像是病殃殃一样。这样的人在饮食方面需要多注意，可尝试健康滋补的食品，也要积极锻炼身体，从而提升身体素质，让身体保持很好的状态，否则很容易生病。如果不通过后天补救的话，很难延长个人寿命。建议生活中还是注重身体，把更多的钱花在养生方面，平时也要保持乐观积极心态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身体越来越好。如果想要做好事去献血，那么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，真的想要帮助他人，就选择做其他善事吧，不一定献血才能体现出自己有爱心的一面。6. 嘴巴常开。他们综合运势并不是很好，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会遇到各种阻碍。在金钱方面常常会入不敷出，在感情方面会遇到各种情感上的骗子，尤其早些年总是会遇到一些渣男渣女，还会被对方骗财骗色，感情道路坎坷。此外，他们的子息运势也不是很好，没有办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即便通过各种医疗手段，可能都没有办法得偿所愿。再加上手里没有太多钱，到了晚年阶段，养老都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。7. 眼神游离，气散不聚，似醉似醒不坚定。这类人在生活中是典型的老好人，容易受欺负，很容易被外在的言论影响到。他们不够自信，特别自卑，每一天脑袋里都会出现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，稍微受到外界人的批评和指责，他们就会陷入压抑的情绪之中。这类人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，他们可能会酗酒抽烟，还会疯狂熬夜，这些都会给身体健康造成沉重的打击。这类人往往只能活到40多岁，到最后可能会选择自己终结生命，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恋。害人精，女人面相，无知任性，刻薄自私，让家中鸡犬不宁。其实女人的思想要比男人要复杂点，因此女人们会更加谨慎点，但是凡事都有个度，若是过于苛责，那么就会让女人变得尖酸刻薄。这样的女人多是任性、自私的，很有心计的。这样的女人谁敢娶？一天庭窄，眼神带怒，下巴歪。天庭及额头，代表着智慧和心胸，眼睛代表着个人想法，下巴代表着家庭运。这种女人大多出身较为贫寒，性格方面比较自卑，而且疑心很重，思想和行为方面都比较偏激，贪心极重。只要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就会处心积虑地去算计，而且情绪多变，个性挑剔，总是喜欢挑别人的错，却从来不反省自己，人缘非常的差，也存不住钱，经常容易祸害另一半，闹得家中鸡犬不宁。
2. 眉毛散乱，鼻梁弯曲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长得散乱不堪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和脾气都非常的急躁，做事比较冲动，没有耐心，也没有规划，而且说话也是口无遮拦，不注意场合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人际关系非常差，还喜欢在背后说人是非，招人讨厌。而鼻梁弯曲的话，则性格不稳，情绪多变，内心非常的自我，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而且说翻脸就翻脸，容易招惹很多的是非和麻烦，拖累家里人，给丈夫添堵，甚至还会损害丈夫的声誉。3. 三角眼，下唇前凸，前额尖削。三角眼的女人一般心机很重，喜欢算计，而且报复心很强，为人尖刻挑剔，喜欢抓着别人的错误不放，还特别的爱记仇。而下唇前凸的话，则个性要强，喜欢争强好胜，内心刻薄自私，还喜欢出口伤人，有着很强的攻击性。前额尖削代表着智慧不全，缺乏思考力，容易冲动，做事往往不顾后果，在婚姻中也是只知道索取，不知道付出，更不懂关心对方，还喜欢再挑对方的刺，只在乎自己的得失。4. 点三白眼，吹火口，鼻梁尖削无肉。三白眼的女人大多心思非常的复杂，喜欢胡思乱想，整天脑子里想的事情特别多，而且疑心重，只相信自己，物质欲特别重，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势利眼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不择手段。而吹火口的女人说话非常刻薄，做事不讲情面，经常是得理不饶人，缺乏包容心。鼻梁尖削无肉的话，内心非常的自我，眼里只有自己，甚至不惜出卖亲人和丈夫的声誉和利益，家庭容易破裂，给另一半带来伤害。5. 卧蚕低暗，牙齿参差不齐。卧蚕部位即是眼睛下方的下眼睑位置，在相学中也称子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、子女运和健康运。如果卧蚕处长得低陷而暗黑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身体状态不佳，健康方面容易出问题，而且情绪非常的不稳定，思想压力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，做起事来非常盲目。若是再加上牙齿参差不齐的话，这种女人特别的自私自利，行为举止也比较的轻浮放纵，依赖心特别强，容易拖累身边人。6. 斜视眼，法令纹身。如果一个女人总是斜着眼睛看人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高傲，容易看不起人，非常的势利眼，而且疑心很重，喜欢算计，但智商不高，个性较为急躁，做事没有主见，容易听信别人的谗言，缺乏判断力，做事也比较的拖沓和犹豫，自己受点损失没有什么，还要连累身边人跟着一起吃亏。多是再加上法令纹较深的话，做事特别的任性，听不进别人的劝说，把事情搞砸后还得另一半出来收拾残局，导致另一半破财较多。7. 嘴唇刻薄。一个女人如果说拥有非常饱满的唇形，这是她很懂风情的象征，而且这样的女人是很顾家、很浪漫的，她总是有很多的热情。但是有的女人嘴唇薄薄的，抿成一条线，而且一言不发，这样的女人的嘴唇就是面相学里面克夫的一种征兆。嘴唇很刻薄的女人，一般性格也是很刻薄，非常喜欢找别人的麻烦，而且最喜欢说三道四的。她们对于自己的男人很刻薄，喜欢骂人。8. 头发稀疏。头发是一个人的精血之余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血气供自己的全身够了，剩余的精血才会被分配到长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上面，比如头发、指甲等。如果一个女人的头发很少，那么这个女人就是有克夫的征兆，因为她自己的气血不足，所以她会不自觉地吸收身边的男人的精血。慢慢的，这个女人身体开始变得越来越好，但是她的男人就会很惨，就会没有什么精神，因为她的精血被吸走了。9. 脸颊凹陷。我们喜欢那些脸颊饱满的女人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不仅仅是因为脸颊饱满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健康，长得漂亮，很年轻，
而且是因为这个女人的性格一定很随和。如果一个女人年纪轻轻的脸颊就凹陷了，这个女人多半是克夫的，主要是因为她的心思很重，而且这个人很有心机，一天到晚在盘算自己的好处，所以在面相上就会表现出脸颊凹陷。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还是要三思啊。女人的面相不但能够看出她们是否克夫，还可以看出她们是否旺夫。对于旺夫的女人而言，一旦踏入婚姻殿堂后，在他们的催旺之下，丈夫必然能够斩获出色的人生，收获亮眼的好成绩。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嫁谁都旺夫的女人面相。一、眉心有痣。眉心有痣的女人就是嫁谁都旺夫的女人，在其帮助之下，丈夫想不发财都难。对于广大男性朋友来说，如果能够娶到这样的老婆，基本上就是碰到了很大的运气。他们不但可以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解除丈夫一切后顾之忧，而且还有一番自己的事业。这类女人比较独立，性格聪明，一般生活中的运势特别好。家里遇到不好的事情，她们绝不会将担子全部都推到丈夫身上，反而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帮助家人度过危机和磨难。而且每当丈夫遇到了生活中或者是职场上的难题，这类女人都可以提供积极高效的建议，帮助其走出低谷，迎来光明美好的未来。所以如果男性拥有一个这样的老婆，务必要好好珍惜。二、双眉距离大。双眉距离大的女人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，她们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旺夫旺子旺全家。男性朋友如果能够将这样的女人娶回家，婚后生活必然会幸福美满。这类女人可以围绕着丈夫，在其成功的道路上提供很多帮助。每当丈夫在工作中受了气，或者是遇到了打击，她们必然会温柔鼓励和开导，帮助他们尽快走出阴霾。丈夫如果是加班或者是出差，不管晚上回来得有多晚，这类女人肯定会在锅里为丈夫热好饭菜，还会为他们留一盏灯。在婚姻生活中，每当夫妻俩出现矛盾和摩擦的时候，这类女人绝不会无理取闹、大吵大闹，而是会通过和平沟通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问题，所以家里的氛围将始终和谐又顺畅。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可以健康茁壮成长。三、地库丰厚。地库丰厚的女人，她们旺夫运非常强烈，可以助力丈夫少奋斗几十年。如果广大男性朋友可以娶到这样的老婆，那么在婚姻生活中必然可以节节高升，轻而易举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事业上，她们可以拥有旺盛的贵人缘，还可以得到高人的提携与帮助。即便她们能力和魄力一般，也能够在机缘巧合之下坐上领导阶层的位置。财运上，他们可以获取意料之外的财富，比如说买彩票中大奖，或是与人合伙经营副业发了一笔横财等。感情上，夫妻俩生活幸福美满，子息运势旺盛，可以拥有2个及以上的孩子。而且孩子长大之后，可以在自身所处的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好成绩，从而光耀门楣。健康上，这类男人可以在妻子的催旺下健康又长寿。嘴角上扬、嘴唇比较厚的女人能旺夫，拥有这种嘴型的女性特别好看，无论什么时候好像都是在微笑一般。她们性格活泼，内心善良，特别好相处，在婚姻之中不太容易与丈夫吵架，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做到退步与忍让。这类女性还拥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，能够妥善打理好与整个家族中亲戚的关系，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也可以用心操持好家务活，自然特别旺夫。嘴唇较厚的女性善于吃苦，性格成熟稳重，踏实努力，结婚之后能够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，绝对不可能一天到晚出去与朋友胡吃海喝，或者是花大价钱购买美容产品等等，
而是能够切切实实为了小家庭稳定运营，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。这类女性结婚之后还会做出很多牺牲，能够为了丈夫孩子做出特别多的努力。家人之间的感情很深厚，绝对不会有第三者介入。他们还能够将孩子抚育成为非常厉害的人才，人们都很羡慕福气深厚的人，即使困难重重，也能迎刃而解，总能获得贵人帮助，过上轻松稳定的生活，事业有成。但有些人是毫无福气的，好机会都会被他人抢走，难以稳稳定定过日子。宜太阳丘上出现星纹，一个人如果是享福一生的命运，那么必然会拥有良好的财富运势。比如在太阳丘的位置出现星纹的纹路，位于无名指根部下方的手掌区域就是太阳丘，这一区域与自身的名利、事业发展前景好坏有关。若是太阳丘有着明显的凸起，就意味着命主一生不缺名利，工作中容易遇到贵人，贵人运势极好。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中，都非常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，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获得及时的解决方法。2. 手中拥有川字纹，川字纹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手相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个形似川字的纹路，具体是由生命线、智慧线和感情线形成，这3条线纹互不相交，算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手相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性格精明，善于思考，懂得用最小的代价去换来最大的利益，很容易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取得好的成就，自身的家庭状况也非常的好，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发愁，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理想的实现。3. 木星丘上出现星纹，如果一个人是吃穿不愁的运势，那么很有可能是木星丘的手相，因为木星丘是主管财运的主要星丘，也就是食指根部下方隆起的部位。如果一个人的木星丘外表丰满，皮肤红润，意味着这个人的财运十分出色，代表拥有极为稳定的财运，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相当不错。尤其是自己创业的话，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成就，会成为该领域的风云人物。4. 贵人纹1，在手掌的大拇指根部的内侧这一点位置就是贵人纹，也就是从正宫这个位置到达艮宫，长约5公分。这样的手相是富贵命，一生都不缺少福气的，而且不会缺钱花。如果旁边还有几个这样小纹路，就说明贵人运特别的好，容易遇到贵人的帮助，事业上也容易遇到领导的重视，容易升官司发财。女性有这样的手相是旺夫的特征。5. 贵人纹2，还是在贵人纹这个同样的位置，如果成这样一个交叉的形状，很明显的一个叉叉，男性如果有这样的纹路，大部分都能事业有成，事业运特别的旺，而且大部分年轻的时候比较努力，中年后越来越不缺钱花，属于越老越富贵的命运。女生这种纹路也是旺夫的标志，晚年幸福。6. 手指如竹笋，手指的形状呈笔直状，看起来也有肉感，但不会露出骨头，有些像竹笋的样子。手指也很修长，手节的位置是很圆润的，这样的手指财运非常的好，一生都有着好的财运。这种手相的人，大部分大小时候都是享受着富贵长大的，能依靠长辈带来好运势，事业也会更轻松一些，天生好命运。7. 手掌发红有血色，如果手掌的颜色看起来很有血色，红红的样子，都是一生不缺荣华的。这个是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整个手掌颜色都是红色的，是好命的人；如果只是一小块发红，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需要及时查清楚原因的。大部分这样的手相都非常的好命，有的享福的会晚一些，所以如果还没有达到你的要求，可能是时间还没有到。8. 掌中有黑痣，如果你的手掌中间有一个黑痣，是非常好的一个手相特征，一般情况下都很会理财，能把自己赚来的钱合理利用起来，可以让钱快速再生出钱来，大部分都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不错的生活条件，
能闯出一番不错的事业。特别是越努力的人，贵人运也会越好，也很容易遇到贵人，能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。9. 掌心手背肉多，手掌心和手背如果肉比较多，且摸起来比较厚实的人，将会很有福气。这种手相是最好的，也是最富贵的，说明这一生不用太操劳，有很深厚的福气，并且一生丰衣足食，能享受荣华富贵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天生就是富贵的命，从生下来开始就充满了贵气，能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中，会拥有着比较优渥的成长环境。10. 中指长，中指修长的人福气旺，做事果断，并且很有主张。这类人通常是职场上的强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丝毫不会犹豫，往往能受到别人的赞誉和敬重，能通过学习和不断的成长，换取一个美好的人生。中指长的人手中掌握着权势，同时也把握着自己人生的主导权。这类人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名利场上，都能有着不错的发展机遇，也是被命运眷顾的那一方。大千世界里，有的人总是比较倒霉，而有些人却是幸运的，让人羡慕不已。除了手相，面相也能看出一个人一生的福报。接下来给大家分析非常幸运的有福气面相，大家可仔细看看你是否也是幸运儿。1. 耳高，耳朵也是最能判别一个人运势好坏的部位。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，要看他的耳朵。耳朵不但能看出幼年运势、家境好坏、心性好坏、教育水平，更能借此预言未来能否能获取功名利禄，享用荣华富贵。耳朵位置高的人，天生聪颖，学习才能强，读书成果优秀，擅长沟通，是胜利人士的模范，能具有名声和威望，是幸运儿之中的佼佼者。2. 天庭饱满，天庭就是人们常说的额头，但如果出现额头低窄或是乱纹的情况，这些人毫无福气，一事无成。如果女人额头饱满，代表女人心地善良，重视家庭，持家有道，不仅能够生育高智商的后代，也能把孩子培养得很好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如果男人的额头平满，说明男人事业心很强，为了能够成功而拼尽全力，从没想过要放弃，具有很强的奉献精神，朝着目标努力前进。这些人运气一般都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而且头脑相当聪明，在自己的努力下也能赚取不少钱，过上富裕生活。3. 眉形弯秀清长，一个人的眉形是很重要的，如果眉毛的形状不好，给人的第一感觉也不好。眉形不能够出现浓浊或者是逆毛的情况，否则不利于自身发展。眉清目秀且弯长的人，能给他人好印象。些人不仅性格好，而且心地善良，从不爱计较，获得他人信任，一直都不缺朋友。这样面相的人，在生活中能保持乐观积极心态，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想，对朋友特别忠心，在朋友的帮助下会有更好的发展，生活越来越富贵。4. 鼻头有肉，鼻头有肉的人命运很不错，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。从面相角度分析，鼻头肉肉的人心地善良，从不会把钱财放在首位，做人做事方面都光明正大，而且懂得把握分寸，从而获得他人喜欢，与每个人相处都有很好心态，从来不爱计较太多，所以贵人缘也很好，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，都常常获得贵人帮助，对自身运势发展有一定帮助。而且生活中有着很强责任感，做事并不会轻易放弃，相信努力过后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5. 太阳穴饱满主聪明，聪明能干的人不容易受骗，能赚钱。太阳穴在耳廓前面，前额两侧，外眼角延长线的上方，它是离脑最近的地方，而人的大脑控制着人的各种活动，太阳穴太过于凹陷，容易引起太脑思路不清晰、混乱，在紧急的情况下难于做最好的判断。而太阳穴饱满起到了保护作用，这种人脑袋灵活、聪颖，
他们容易识别事情的对与错，看准时机，大大出手，一笔生意下来就有好的收成。6. 下巴有肉，心平气和。下巴有肉的做任何事情不一惊一乍，心平气和。而做生意的人应该具备这种素养。所谓和气生财，在与人交往中，心平气和会让你做事情事半功倍。别人找合作伙伴会找一个稳重温和的人，不会找一个毛躁严厉的人。交朋友的时候，人们也会和那些温和的人做朋友。大气是成功的商人最重要的特种之一，只有大气的人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拥护。自私自利的人只会让财富不断缩水，财富的道路也不会中断。7. 腮边有肉，腮边有肉的人相当常见。这些人性格相当老实，喜欢帮助他人，做任何事都不求回报，从而获得他人喜欢。最让人佩服的就是意志力很坚定，即使遇到再多困难，都不会轻易放弃，永远都会朝着目标方向前进，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，从来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在他人眼中就是越挫越勇的人。经过努力后会有一番好成就，证明给他人看自己有实力。多人都相信可以在手掌中看出每个人的命运，就比如有些掌纹就表示一个人天生就是衣食无忧富贵命。今天在这里就为大家整理出大富贵命掌纹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1. 多财帛纹。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，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，能享富贵荣华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生财有道。2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宜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，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3. 食指有3约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怀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取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，也能娶得有钱交。4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厚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5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6. 钱财纹。所谓钱财纹，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，
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，只是数量有的多，有的少。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，财运越旺，越容易招财，尤其是偏财运好，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，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。7. 星纹，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任意部位出现星纹，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，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从而心想事成，赚到很多财富。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，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，努力付出，也会自己消失。8. 掌纹深刻且清晰，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、性格、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。手掌纹路多，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，掌纹杂多混乱，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。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做事情有章法，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。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，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9. 手财纹伸长，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，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，就是手财纹。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，能否发财或守财。手财纹长，代表入财多，守的财也多；手财纹短，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。手财纹伸长的人，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会挣钱也会守财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富贵的首相之一。10. 多财富纹，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，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类钻石纹，均可统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，不论横纹或直纹，纹越多，表示钱财累积越多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，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，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。11. 财运线深且清晰，财运线又名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。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，且没有其他障碍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财运顺利，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，容易会大富大贵。12. 手如干将，家道必昌。手如干将，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，具有勇气、谋略，敢闯敢拼，富有冒险精神，敢为天下先，有不畏艰难的韧性。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，取得非凡成就。13. 手掌肉厚、柔软有弹性，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，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14. 掌心凹陷，能聚财积福。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，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。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。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是最容易发达的。年少家底丰厚，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。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，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。晚年幸福安逸，钱是人们养身立命之物，但是也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。很多人会因为赚钱而疲惫不堪，容易被钱财所累。有的人不管怎么努力，都很难赚大钱，
而有的人虽然能赚到钱，却无法享受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被钱财所拖累的手相。手掌细瘦，没有弹性，财运较弱。手掌细瘦且没有弹性的男人，财运较弱。他们可能出生就是在一个清贫的家庭环境，虽然很努力做事，想要成功，总是缺了那么点机遇，所以他们是属于碌碌无为型。即便是有赚钱的本能，可是苦于身边没有贵人相助，所以在钱财方面总是比较愁心二。手掌平薄硬，一生中没有财气，手掌干瘦无肉，且伸直手掌，手掌中间很平，没有凹陷。这样的人一生中没有财气，不能胜任太重的工作，再加上财运较差，生活过得很辛苦，也只能维持温饱，赚一分花一分，很难有积蓄。事业线延伸到中指，甘于劳碌，事业线生得深且长，自手腕线起一直延伸到中指处，这样的人事业心特别强，将自己的工作看得比如什么都重，一辈子忙于事业，甘于劳碌，甚至有可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停，可以说是至死方修行。事业线长且直，亲力亲为的劳碌命。事业线长直又起于掌底中央的女性，不愁没有收入，但没有在家做少奶奶享清福的命，一生奋斗努力，也是比较亲力亲为的劳碌命。不过晚年过得好，可得子女孝养。事业线愈长愈直者，愈是应验。倘若太阳线不秀丽，事业线却长直起于掌底，则多只能有养家的收入，难以有丰厚的收入。不过还是脚踏实地型的，在家里比较强势。一般是有话事权的人。手掌心无凹陷，花钱如流水。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，是财富的象征。太阳丘隆起的人通常都是很有钱，但假如太阳丘隆起且手掌心无凹陷的话，则代表其人有财无库，虽然赚钱很多，却存不住，财来财去，花钱如流水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难享福福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多数是职业女性。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，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，难享福福。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，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，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。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，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，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，也是努力者，不过相较之下，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，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，脚踏实地，从不靠运气和侥幸，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。但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所以就会很注重养生，希望自己的身体是个好身体。不过呢，一个人是否长命，从面相大概就能略知一二，有些都是命中注定。那么什么面相的男人是短命面相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眼神游离的男人。做一个男人的眼神总是处于游离状态，双眼无神，不够坚定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属于胆小怕事的类型，要么就是喜欢说谎，为人缺乏自信，遇事缺少决断能力，喜欢抱怨，一生没有什么大成就，并且看上去会显得气势不足，也是体内元气散乱不聚的表现。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做事总是显得精力不足，并且常常遭遇意外，健康方面也容易出问题，为短寿之相。这样的人一般健康方面都是很少注意的，因此他们的发展一般都不会很好的。天中凹陷的男人。天中凹陷就是额头中间的凹陷，天中在面相中指的是额头正中间的位置，刚好位于印堂之上的地方。天中也是官禄宫，与我们的事业、官运息息相关。同时，天中的面相也反映一个人的寿命长短。一个人天中要是饱满，那么此人不仅运势很好，且身体健康，是长寿命。如果一个人的天中凹陷，那么这个人不仅运气不好，
而且身体不好，寿命短。因此，天中凹陷的人要注意自己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3. 人中长则寿长，人中短则寿短。人中就是我们嘴唇上方中间凹陷进去的那个位置，若是人中长，则表示寿命长；若是人中短，则相反。人中是任督二脉交汇点，统帅全身阴阳二气，统领奇经八脉。为什么人晕厥等突发事件多按压人中，刺激穴位，也是因为人中位置太重要了。人中长不足喜，嘴皮薄，浅露无沟亦不足寿。而人中短也不见得短命，人中除嘴唇厚实饱满，无痕无痣无斑，皆主不妨寿元。如果人中断了，有横纹有坑凹，多主短命。4. 印堂凹陷的男人，一个人的印堂饱满有光泽，那么这个人的运势会很不错，且寿元佳，能够长命百岁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凹陷或者暗淡发青发黑，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注意了，运势会很不好，身体健康容易受损，做事总会事事不顺。如果一旦有此特征，那么凡事一定要多注意，否则就会容易出事。5. 耳轮枯黄的男人，耳朵是肾根，先天之本。一个人的耳朵形状生得不好没关系，只是说明小时候出生比较差，吃过苦。但是如果耳朵的气色不好，那么就是先天肾气不足。一个人一旦肾气枯萎，那么整个人就会虚脱，生命力就没有那么顽强。耳朵黑暗枯黄，血不足润，则肾水不能养命，就会缩短寿命。6. 嘴唇不对称，歪斜不正的男人，这种嘴型多难以享受福禄。嘴巴主60岁后，嘴型歪主下庭破相了。再遇上老婆婆嘴、地包天、吹火嘴、龅牙露齿，都主不长寿。7. 山根断，鼻歪斜的男人，鼻子是男人寿根，鼻子大的性欲强，鼻子歪斜人品不正，事业就更不用说了。鼻子管着中年时运，歪斜不正，如何有发展良好的事业？如果鼻子长得没有气势，山根断裂续接不上，主短命。8. 耳垂结实的男人，耳垂结实的男人会比较短命，就是因为他们怒火太旺了，时不时就在生气发飙，而这样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，反而是自己的身体都被搞坏掉了。耳垂结实的男人就是不太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影响，而且一气都要气好久，气完之后自己整个人也都不好了。9. 眉毛杂乱的男人，眉毛杂乱的男人整天都在熬夜，他们是那种一到夜深人静就会特别精神的那种人。你若问他们都在忙些什么，其实他们又什么事都没做，他们就是抱着个手机刷屏，已经刷到很无聊了，没有任何东西看了，他们还是舍不得睡觉，所以这样熬夜会让他们精神越发的不好，也很容易会短命的。10. 眼球外凸的男人，眼球外凸的男人会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，他们太想要让家里人过好的生活了，所以平常自己一点都不敢停歇下来，他们稍微停一下就会特别的心虚，然后又会开始逼着自己行动起来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会忙到心力交瘁，最后或许会颇有成就，但是身体也都被搞坏了。11. 山根有横纹的男人，山根有横纹的男人会短命，是因为他们特别的讳疾忌医，他们是那种身体不舒服也不敢去医院的人，因为他们很害怕结果会不好，他们承受不起那个打击，他们总是会自己在那吓唬自己，所以原先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被他们这样一拖再拖，就真的是变得严重起来了。12. 鼻梁有结的男人，鼻梁有结的男人在饮食上对自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控制，他们总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才不管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，他们太喜欢美食了，所以看到好吃的食物自己就会开始暴饮暴食了，他们当下是很满足了，但是过后他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肥胖出现各种问题，而且也很容易会短命。很多人其实明知道一些行为不好，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恣意妄为，
因为他们会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质量，不是长度，只是我们本可以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，而不是抽烟喝酒跟熬夜。这样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真的快乐。13. 面小鼻低吃食如鼠的男人。脸小，脸型跟个枣核一样，两头尖，中间宽，但是脸无肉，鼻子窄小，鼻翼也小，吃东西跟兔子、老鼠一些小动物一样，一撮一撮的，还有吃东西到处滴沥的，一点不注意的，都是夭折早死的象。14. 下巴短促的男人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下巴是短促尖削的，那这样的人面相肯定是不好，他们的晚年生活非常不顺利，经常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而且身体也不健康，难以长寿的他们会早死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宽而长，地格的位置是饱满方圆的，整体看上去是特别的长，那他们的晚年会很好，一定能享受荣华富贵，而且是长寿的人。15. 耳骨遏制的男人。耳朵有痣其实是还不错的，但若是耳骨上长有遏制的人，有着较为叛逆的个性，凡事都不会循规蹈矩，且脾气急躁，行事冲动，从不考虑后果，因此这一类人经常会遭遇意外之事。山根部位赤筋划断的人，身体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，灾祸连接不断的发生，因此凡事要特别注意一切，不要粗心，这样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灾难发生。16. 嘴唇呈紫黑色的男人。一个人的嘴唇是很重要的，这个部位一定不能忽略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唇颜色是比较白的，那说明了这个人贫血，唇色过于红润的话也不好，代表的就是上火。而嘴唇呈紫黑色的，那可能就是需要供氧，或者就是供血不足的样子，他们血液当中的养分是不能很好的送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患有心脏衰竭或者肺部有疾病，他们是个不能长寿的人，肯定会早死。嫁人就不要嫁给这样的男人了。我们人人都想长命百岁，但是我们的命运都不同，不是人人都能长命，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事情，更是会有着一些意外，甚至是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。以上几种面相的男人就是注定短命的。一口好的牙齿能够让你还没说话就得到了加分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口好的牙齿，但事实上牙齿长得好不好，在儿童换牙长牙时期早已定型，那时候的我们并未懂事，在换牙时期也没多注意，可谓追悔莫及。如今的我们也只能欣然接受既定的事实。今天我们就通过牙齿来算一下命吧。一、龅牙面相解析。龅牙是东方人种中最为常见的一类牙颌面畸形，也是人们常说的龅牙。龅牙患者常常表现为开唇露齿，自然状态下双唇不能闭拢，微笑时牙龈外露过多，常常伴有颌后缩，强迫闭口时，下唇下方与颌部之间有明显的软组织隆起，口内上下前牙唇轻，常伴拥挤不齐，前牙深覆牙颌深覆盖，有的仅仅表现为上前牙前凸或下前牙往里倒，有的则是骨骼畸形。这些人当中，有的上前牙和上牙床过分向前突出，而下巴却缩在上嘴唇的后面，或者根本就没有下巴的形态。龅牙在医学专业上实质是上颌前凸畸形或双颌前凸畸形，一般不伴有严重的功能障碍，但非常影响美观。患者求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容貌。龅牙者说话不经过大脑。龅牙者这类型的人都是心思较为肤浅，容易说话不经头脑者，得罪人是常有的事，而且性格方面也是相当的固执。牙齿在口腔中有着重要的发音功能，如果患者有龅牙，发音不清的情况则会很常见。而如果发音不清，言语上难免急躁，说话心直口快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龅牙的人运气不好，大多数人是早年容易困顿、境遇不佳的，而后有的人运程会有所发展的。牙齿面相学中，很多牙齿问题都会对影响个人事业以及人际关系、
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牙齿是个人形象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，让人如沐春风，个人事业发展自然更为顺畅。而如果是一口烂牙，他人难免敬而远之，个人事业和人际关系受到影响在所难免。有龅牙的人个性易较放荡好色，人缘不佳，情路忐忑。龅牙会遗传吗？并不是所有的牙齿畸形都会遗传的，会导致遗传的牙齿畸形主要包括地包天、牙列拥挤、龅牙、老鼠牙具有遗传性。龅牙的形成原因很多，有的是先天性的遗传因子，有的是后天的生活习惯造成的。牙齿正畸专家指出，龅牙是牙齿遗传中最多的一种。龅牙会不会遗传，要看父母形成龅牙的原因。如果父母的龅牙是后天的，如吮指、张口呼吸、唇裂等，也可引起龅牙，这类龅牙遗传性比较小。如果父母的龅牙是先天的、遗传性的，那么龅牙遗传给孩子的可能性就非常大。二、门牙有缝，牙缝宽。门牙牙缝宽的话，其实并不是有福气的表现，反倒说明他们的人生会遇到不少坎坷和波折。这类人在职场中大大咧咧，口直心快，说话做事完全不会经过大脑审慎思考，在公开场合，他们口无遮拦，会得罪不少人，所以身边会充斥着很多小人，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他人设置的陷阱中。他们做事不够细心，马马虎虎，粗心大意，很有可能会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出现严重的错误，还会给公司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。这类人收入还算可以，但花销特别大，经常大手大脚，肆无忌惮挥霍钱财，还会时不时遇到意料之外的破财事件，所以手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积蓄。如果牙齿生得整齐，说明这个人身体健康，聪明伶俐，性格爽朗，行事大方得体，不扭捏作态，很招人喜欢，人际关系良好，牙齿排列很整齐，齿根在口腔内深且短的角形齿被称之为牛齿。具有此种牙齿的人富裕而长命，子孙也十分兴旺。三、牙齿数量在6至12岁期间称为剔牙期，乳牙会逐渐脱落，恒牙会慢慢萌出，到18岁时会有28颗恒牙，其中切牙8颗，尖牙4颗，双尖牙8颗，磨牙8颗。但是大多数人在18至25岁之间会有1至4颗智齿萌出，也有人智齿完全退化，不会出现智齿。因此，成年人会有28至32颗牙齿。牙齿这种东西，原来是多多益善，牙齿数量拥有愈多的人，拥有的健康与快乐也较多，因为消化能力好，身体自然也就健康优良，头脑清楚。这种身心发展良好的人，因避免了很多病痛的影响，从事事业也会得心应手，一般而言都会有大的成就。以前的人说，牙齿长38可以封王论侯，牙齿长36可以成为卿相，牙齿长34可以谋得官职，牙齿长32可以享受福禄。牙齿长得愈少的人，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，常年生病而头脑昏沉，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。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，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，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。如果牙齿少于28颗，而且又过小的人，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。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传闻，诸君不必尽信，但在牙齿影响身体而进而影响心智这方面来说，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。所以自小就应该形成良好的护牙习惯，拥有一口好牙，人生也显得宽宏壮阔很多。四、有虎牙。虎牙即犬齿，就是上颌的2颗单尖牙，在12、13岁时向外皮出，很像老虎口角的牙齿，故谓虎牙。它们在口腔里确实功勋显赫，它们牙体粗壮，牙根伸长，外形像锋利的尖刀，独具撕裂食物的作用，而且它们的抗病能力顽强，不易取坏，是牙中的老寿星。
关于虎牙，在民间有许多说法，如虎牙命硬、虎牙姻缘差、虎牙六亲缘分弱等等。相学权威名著《麻衣神香》也有专门的记载龅牙赤目，为人阴险。香书所记载的龅牙，就是我们民间所常说的小虎牙。古书常说龅牙赤目，为人阴险，意思是如果一个人长有虎牙，而眼睛经常带红色血丝，那么这个人通常比较阴险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如果跟这类面相的人打交道，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是长有虎牙而最不好的一面，代表为人阴险，而且有着突出的小虎牙，个性比较内向，但聪明，喜欢新奇事物，好幻想而行事有些不切实际。虎牙突出的人性格外向活泼，喜欢到处游玩享乐，奢侈浪费，朋友交往上也是来者不拒，不懂得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，所以会被小人暗算，或者受其拖累，名财受损。即使广结善缘，朋友很多，也不可能挽回损失。如果长有虎牙而眉头不聚形，形成眉头像炸开一样，则代表此人命硬，同时心多好杀之心。所谓的好杀之心，就是暴力犯罪的倾向。长有虎牙多为婚姻不幸，比如娱乐圈中女明星李心洁，她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面，嫁给老男人当后妈，结果老男人还闹出了劈腿出轨的丑闻。再看女星巩俐，与张艺谋多年痴恋未果，与黄河祥的婚姻也好景不长。而林心如也长有虎牙，多年未能把自己给嫁出去。五地包天，上排牙齿代表着天，下排牙齿代表着地。当上下牙齿咬合时，下排牙齿咬在上排牙齿的外面，就称为地包天。这在医学上称前牙反牙合，反牙合，俗称兜齿。这类人在感情生活中亦有不顺，不管男女，都易在情场中遇到挫折。男性的话比较有成就，但亦有小三。女性会比较自私，有点计较，某程度都可算强人。若太薄，姻缘始终不算太好。如果中间有条缝，说话不客观，爱撒谎，地包天面相可能会影响夫妇缘，必绝自我，只顾自己，不顾他人感受利益。而且人缘也不是很佳，他们一般命很硬，逢多大的难都无事，脾气很急躁，很厉害，自私，会精打细算，为自己考虑。这种命的人的亲人恐怕会福大。命不大，因为亲人的福寿会和自身的遭难相抵消，所以要尽量避免干任何危险的事情，自己躲过一难，亲人可能就要减少福寿了。单纯的地包天面相并不见得有福，虽然朱元璋和一些明星大腕都是地包天面相，但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配合，才能成就他们好的命运。所以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说地包天面相就一定是福相。有这种牙相的人，一生运程反复，晚年运可能也不是很好，应多多注意。有地包天的人，除严重影响美观之外，对患者的咀嚼功能影响也较大，前牙无法行使切割功能，由于反核影响下颌运动，也将引起后牙的咀嚼功能明显下降。此外，也影响患者的发音功能，使一些音发不清楚，影响交际和学习。因此，有地包天的人应及时通过医学手段矫正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。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